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喂，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了日本为了抗中，到底要牺牲多少的东西呢？5月份中国呢是在对日本的关键矿产出口来禁止根据中国的海关数据呢，部分主要品类的钨以及稀土双还有这个锑，5月的出口都是0。那其他的稀土类别的出口呢，也都处于一个异常的低水位。好，那在没有原料的情况下呢，日本的晶片设备商往大陆的销售也都下滑了。好，中国半导体产业持续都推进这个本土化的进程。那截至3月31财年内呢，日本的5大晶片设备制造商对中国的合计销售额下滑了12%。这个统计是首次出现下降，显示呢前段制程设备受影响是较为明显的。中国呢是越来越不依赖日本了吗？好，所以呢来看到其实日本的教授就来警告了，说如果切断和中国的关系，日本是没有未来的。这一名教授是傅板聪，他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出版过《反中亡国论》一书。他就说了，这个亡国呢指的是不和中国搞好关系，日本会吃大亏损。那时隔5年了，现在他又再次接受专访，他就表示了，基于若长期持续，必将阻碍日本自身发展的危机感所以他出了一本新书，希望能够唤醒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的理性认知。好，所以如果经济都被卡死了，你还要继续的抗中吗？尤其就连梅洛尼他现在呢也都对川普反击了，但是日本是不是还是在贴美国呢？我们来看到呢，现在就有网络上面呢做出了这样子一个讽刺图，说同样都是女性政客但是日本的高市早苗呢，她是比较这样子什么都是比较倾向川普的。那梅洛尼呢，则是直接赶去反击，就对日本网友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两个态度呢，就很明显的产生了差别。但是怎么样，全球的风向都变了，你还要继续的这个去贴美，那导致怎么样，民调就下滑了嘛。所以日本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啦，高市早苗还有其内阁的支持度呢，已经跌到了55.8% 是较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最低点。好，那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共同社竟然是报道说日军曾经把马血输入到人体里面说呢是在这个日本官方组织陆军军医团的刊物中呢找到了一场194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本军医教官在日军侵华后曾经反复的进行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而且这个地点可能就在中国。好，所以现在大陆媒体也跟进报道啦，说这个实验包括了把马血鸡血都输入给人体内，痛斥日本应该要彻底反省这种侵略战争还有极其残虐的一个行为。好，所以呢，中日关系真的是不能再僵下去了，就连日本的民众都看不下去了。来看到他们就聚集在哪里？中国驻日大使馆外面要向中国表达歉意，希望两方的关系呢能够缓和一下，不想要抗中，因为现在美国其实也靠不太住啦，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呢，跟中国打起来都不一定能赢了。我们来看到呢，美国的前 F-22飞官就说了，说美国空军目前是处于一个历史上规模最小、机龄最老的时期，所以他说国会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增加预算来提升国防产业的产能。那还说了，现在大部分的现役机型呢，机龄都已经超过40年了即便是过去被视为是革命性机种的 F-22战机，服役也都已经超过20年了。而反观呢，中国大陆呢，现在还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阿帕契杀手，那就是直22的一个重型武器
直升机。好，现在呢，外媒就报道了说啊，这一款这个重型武装直升机直22正在密集的试飞哦，可能距离正式列装不远了哦。它厉害的是什么呢？它的航程非常的远，不用加油就可以去往返台岛上空哦。而且呢，这个直22的上面还装了一个新型的毫米波雷达。好，外界就推测了说呢，它的这个探测距离呢在100公里以上。好，那它的这个上面装载着这个反坦克导弹呢，它射程则是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反过来看，美国的阿帕契呢，它的雷达呢探测距离就只有16公里而已。那它使用的地狱火导弹呢，也大概只有8到11公里。这意味着什么啊？这两个距离比一比就知道啦。就是直21呢，它是可以在这个阿帕契的雷达探测到它之前呢，就先发现它，甚至是就先锁定它，而且发射它。好，而且不止如此啊，现在呢，这个央视还公开了什么新型的这个东风27吗？来看到呢，这个一个演训画面曝光了哈，影片中呢就看到了，好像是跟东风26有一个高度相似的另一款导弹。那分析就认为啊，这可能是东风26的升级型号东风27，而且它可能已经在批量服役了。那这个东风27厉害在哪呢？被指啊是同样是配有这个沉波体弹头，属于洲际导弹的范围，最大的射程是8000公里耶，这整个覆盖了第二岛链，还有关岛的美军基地了哈，整个第二岛链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啊。所以呢，不要说这个军事实力啦，其实中国光是掌握这个稀土这一块就够你受的了。我们请教亮哥，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管制出口是特别严厉了，因为日本一副就是要当军工大国嘛。所以中国大陆就针对它军工，还有高科技，比如说半导体，还有它的主流的汽车产业，还有高阶的工具机，全面都做必要的关键矿产的管制出口了。那如果中国大陆相对美国、相对德国没有这么严厉，那日本就很累了啊，因为日本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德国应该做得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你日本相对在国际的这个科技的竞争啊，就会弱化下来。其实今年下半年已经有很多公司啊，都表达它的产量可能会大幅减少。我讲的是日本公司那高市早苗，我觉得它的民调降啊，跟这个也有关系啦。倒不是说什么门洛尼比较凶悍啊，那高市好像比较跪舔川普了。其实日本历届的首相对美国都蛮臣服的啦，只有少数例外。比如说小泉纯一郎啊，或者中正跟康弘啊，安倍也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日本人不会觉得这个是特别的耻辱啦。高市早苗民调低下来，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其实这个蛮实际的啦，就是他现在也开始要推出17项重大产业嘛，那政府要投资啊。可是日本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出不出钱啊，是他们有一个主流产业在世界上还具有优势地位啊。比如说现在的主流产业大家都知道。半导体嘛，人工智能嘛，对，日本都没有啊，对，手机也没有啊，汽车也备受威胁啊，它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也在下降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日本真正的危机了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换了高市早苗，下一个就可以克服？我也不认为。但至少稀土会不就是你跟中国的关系要和缓。就是你如果下来再一个还是日本右翼嘛，那跟中国还是对着干，那恐怕就很难处理了，因为你的稀土出口稀土就没有不能处理嘛。那稀土广义影响到军工、半导体、汽车、工具机，它涵盖的面还蛮广。对，所以
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嘛。可是我觉得高市早苗越来越凸显出啊，他对经济真的不懂，所以他以为说啊，我就恢复以前日本政府更多的积极角色嘛，来带动17种投资啦。问题是他带动没有用啊，因为你落后美国太远了，你落后台积电也太远了啊，就是说你几乎都可以找到个别领域，像日本手机现在有哪一个是世界具有竞争力的？我还想不出来嘞。大概苹果、三星之外，在美国可以竞争的，我想不出来有日本手机耶。对，对不对？现在还有出手机吗？是啊，我都想不出来了。所以我才说这个才是他的真正的危机啦。那我认为高市早苗并没有这样的思考啊，那这个就非常的麻烦。那你看德国人就大概知道，说恐怕他有一些产业要跟中国好好合作了，要救自己嘛啊。那上次你可以看到这个 Mails 他的总理去访问中国，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就是说那个合作已经不是为了成本降低了，而是为了技术合作。那不然你真的有可能会被中国打败啊。这个就变成是一新的危机了，大概是这样。好，除了经济之外呢，在军事领域方面呢，中国也是急起直追哦。我们请教张将军。这个美国的这个 F-22也好，还有 F-35，在这一方面，那个一直保持已经推出来30年了，都还没有推出新的飞机。它新的飞机是定 F-47，那现在还在研发当中哦，它的这个验证机都还没有出来，目前只是个概念。那这个 F-22跟 F-35它有3个地方是它的一个缺陷。第一个，它的飞行成本很高，1个小时飞行成本像 F-22啊，飞1个小时就要将近150万台币，就1个小时而已。它飞机各种零件也要去换，天哪！那就你们1个小时你不是光烧油，你光其他的各种零件的话，所以它的单位成本太高，那会造成一种训练上的负荷。那这是我们讲的是 F-22。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妥善率都低，不管 F-35也好 F-22，妥善率低，大概妥善率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就达不到一半妥善，因为一半的话都不是待建的待建，进场维修的进场维修，它的这个补给线后勤补保的这维修可能有些问题，零件上备份件还有这些系统件的供应速度没那么快，所以会造成妥善率低。比如说有100架，那能够飞的还不到50架，那换句话说，这个战率是有些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它的生产线太慢了，因为 F-35不是供应光美国空军，还有美国的海军，还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还包括了其他的国家，盟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都买 F-35，但是生产线供不应求啊，包含我们要买的 F-16都已经拖了3年了，还没有看到。2023年要交机，现在2026年到现在为止没看到1架在台湾，没有，钱都付了，但是飞机没看，就生产线的问题了。所以这3个因素造成美国空军到现在为止，新飞机没推出来就算了，你现有的飞机妥善率都没有那么高，可能在后勤补保维修出了一些问题。那再来就是日本的民众向中国的驻日大使馆来表达这种歉意道歉，我认为应该向台湾，日本应该也要向台湾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统治台湾50年了，杀了那么多台湾人，杀戮，我们总共被日本人所残害的，这是50年统治当中，日本在台湾杀了63万，到现在我也没有道歉了。我认为是不是要道歉，就比照228的这种标准来道歉，认错完毕再道歉。我认为先要求日本人认错，在台湾这个统治50年，杀太多人。第二个，他应该就是在日本8月15号，1945年8月15号投降啊，到1945年10月20号台湾光复啊，他把台湾都掏空，所有的值钱的都往日本搬，利用这2个多月，结果造成台湾经济膨胀非常严重。所以那时候台湾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国民所得50块美金，每1年1个人才50块。穷哈哈的，所以一过来的时候，台湾百废待举，形成非常严重的问题。第3个，慰安妇，
到现在慰安妇，日本到现在为止没有认错。我认为先认错，先道歉。我认为这两个日本要对台湾要做，到现在为止我们等了，我们台湾光复了80年，到现在为止日本都还没道歉。我认为政府应该站出来。所以现在高市长呢，他的民调也是来到了他上任以来的最低点，那会影响到他的对中政策的改变吗？我们请教严老师。我想他当然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了啊。那因为这边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反中亡国论这个教授啊，傅反中，他当时发表这本书的时候，2021年，他认为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亡国，就是说你如果不跟中国搞好关系，对日本是有很大的吃亏就是无论在经济上面，或者在亚洲的关系外交上面。那这个是5年之前，他现在这个新书里头，中国一强又改变了，他说中国更强了日本如果这个右翼的这个过去5年这种反中的情绪更高的话，其实对日本是越来越不利的当然，这个高市就是拥抱川普嘛。那我觉得，过去大家会认为说，你只要抱着美国大腿，大概都安吧。可是这一次伊朗战争就可以看得出来，海湾国家抱着美国大腿，哇，受伤好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你抱他大腿，他还没事要羞辱你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分析家在讲，他说过去大部分的这些，包括欧洲的领袖也好，包括亚洲的。像高市早苗，甚至之前的安倍，大家都是什么？都是 go along with him， 就是配合他，顺着他的意然后就是为什么要顺着他意？他说 go along to get along， 然后我们才能够跟他相处嘛。可是我们台湾也是走这一招就是川普讲什么，我们都是觉得好，因为就希望以后跟他关系处得好。可是我在后面我就加了一句 ，but we still don't belong。我们还是不属于川普的内圈范围，所以今天川普这种态度，梅兰妮觉得说，哇，我真的不能被你这样子羞辱所以出来喊了。那之前我们也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这个瑞士这边也讲了重话，然后法国总统也讲过一些话，所以就表示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会看清楚，你川普已经没有这个实力然后你。经过了这个伊朗的战争之后，你已经弱化了，为什么大家还要配合你，跟着你的情绪走？我觉得慢慢的会越来越少。那就在这个同时，我相信日本这个作者他讲的这本书《中国独强的一强的》，那会慢慢大家会看到，虽然说有些西方国家到现在为止不一定能够接受中国成为比较强大的，但是这个趋势可能就是如此。我觉得他今天提出来这个，就是要大家。接受这个事情不要说不愿意看到就假装没看到。不要鸵鸟心态啦！而且现在呢，这个中国掌握了稀土不仅仅是掐住日本脖子，对美国也是。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在22日呢发布了公告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还有《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相关规定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还有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决定要将10家美国企业给列入出口管制的管控名单即日起就要实施相关的限制措施。那这一次的10家美国企业包含了什么呢？他们涵盖了无人机军用装备感测系统还有军用车辆等等的关键矿物材料等多个都是跟国防产业相关的领域。而且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财政部也发布了通知说要限制46家美国企业去参与政府采购不包括在中国的美资企业。而这个名单呢，也就包含了先前已经就被制裁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旗下的数家公司以及实验室，还有雷神旗下的公司，以及多家的与航太工业防务科技相关等等的公司都被管制了。而且现在中国不仅仅呢是掌握了上游的稀土原料而已而现在就连黄仁勋也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重要的科技产业中心。来听一下他的说法。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enters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he engineers are excellent. Developers move fast. Companies build at remarkable scale.
个是黄仁勋在这个练博会上面的一个视讯的说法啦。那这个练博会呢，已经是第4届举办了，那今天开幕哦。今年呢，也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慧专区。好，那本届的练博会啊，就吸引了676家的中外链主企业，那专精了特新企业啊，还有产业机构的参展哦，来自85个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全球500强，还有产业龙头企业啊，就占超过了65%。哦，所以啊，现在呢，中国要举办这种聚集所有的世界的产业呢，是非常的容易的。那另外呢，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呢，也要来挑战美国的地位。好，这个是中国 AI 新创公司智谱华章近期发布了开源大型语言模型 GLM5.2，这个模型是专门为长时间编程任务还有代理工作流程设计的，拥有100万个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能力呢是足以媲美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Plus 的4.8，还有 OpenAI 的 GPT 5.5模型的所以呢，中国的 AI 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起步的。但是呢，为什么它能够发展这么强呢？是因为它在学术方面呢，也要超越美国了吗？来看到呢，美国的学术霸主地位似乎已经不保了。因为啊，哈佛大学我们都说以前它很强啊，既然过去11年的垄断的这个自然指数的龙头地位，竟然在2026年输给了中国的浙江大学耶。好，那为什么浙江大学可以赢过哈佛呢？3个原因分别是它被扩大统计了嘛，再来是中国海量的人才库加持，以及地缘政治迫使中国强化自主研发所以呢，这就引发了讨论那中国的科学研究领域是否呢也会进一步转化为产业领先呢？因为全球科技产业的主导权几乎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科研体系的长期累积的。但是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去推演那么中国科研体系过去10年的累积其实真正影响可能是在未来的10年就会逐渐的显现了。而且呢，这个效应还是在持续的扩大，因为我们来看到什么，很多的留学生通通都跑到中国去了就有20万的国际生涌向中国留学我们通常说到国际生都是说从中国出发去其他的发达国家念书的，但是现在呢，竟然是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路线我们来看到这2个例子这个呢是毕业于菲利普斯学院的 Vanessa， 她在12年级的时候呢，申请了美本、港本还有陆本，但是他最后竟然舍弃了常春藤名校，选择了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那另外一个案例呢是 Leo， 他的 IB 预估是满分45分，这个成绩要去全球的顶尖大学都可以，但他最后也是选了清华因为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年轻人能够更快找到机会的市场，而且中国的品牌也在全球快速的扩张，好像是 Shein TikTok 比亚迪等等的这些都在海外寻找成长曲线，而这些公司就需要既懂中国又懂海外市场的人所以他们都看到了机会，决定要去中国念书那中国也不止抢人才，也要抢市场。来看到鹅肝市场竟然也被他抢下了中国的鹅肝产量呢，最快今年就会超越法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而且呢，中国的鹅肝不止产量大，就连价格也只有法国鹅肝的1/3我们来看到2025年它的年产量就已经高达了1.4万吨，2024年相比也是大幅增加了30%那么法国2025年反而是下滑了3%，降到了1.5万吨。好，那现在欧洲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奇妙我们来看到了，因为现在欧洲的领导人呢都在寻求，希望能够重新获得新权力嘛，以回击重创欧洲工业的中国出口回流，但是呢，又想要对中国的关系保持一点友好，像是德国西班牙还是依然是从与中国政府的贸易还有投资中来获益的，所以欧洲怎么跟北京去打贸易战呢？好，但是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情况了啦。好，我们先来请教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国商务部又再一次对美方来进行出口管制？我这个应该是针对美国那个国防部他那个1260H 列出188家中国公司当做是需要监察的公司啦。
那当然就意味着你如果要跟美国国防部做生意，那最好不要跟那188家来往。那军工企业是全部都被涵盖了。那这次中国商务部封杀的对象，大部分都跟军工有关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了，啊，就是你怎么弄我就怎么弄，就是这样啊。那这个学术霸主，这个用词其实怪怪的啦，因为哈佛从来不以理工科见长啊。你如果说他个别的什么物理系、化学系，那也许啦。可是如果是电机、机械，我们以前就从来不会把哈佛填在前面呢。因为美国工程很多都是个别学校了，比如说电脑你不会去念哈佛啦，所以我是觉得，而且浙大是以工程理工科为主嘛，这个有可能啊。那你如果是全美跟全中国的比较，那这个也有可能，因为中国大陆确实在综合的那个发表，尤其是 Nature Index，是最近10年大概明显都领先美国啊。那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先有那个学术论文发表，那通常大概隔几年它就会变成专利，那专利再隔几年就变成产品。所以才说，如果你在 Nature Index 一直领先，那你再过几年，搞不好国际上领先的专利都是中国的公司啊，就会变成这样。因为这些作者都是中国人嘛，所以美国人当然有人会感到忧虑了，可是这个忧虑好像也没什么解因为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学科学、学理工的人实在太多了，人真的很多，人才很多，所以自然科学它人数比美国多那么多，然后又开始各行各业在奖励嘛，所以自然而然做专业研究啊、做专利的人又越来越多啊，这个我是认为无可避免的。那美国就开始有一些人想要到中国念求学啦，其实我觉得这个顺便学中文呢，顺便了解中国市场那未来搞不好中美合璧的人才是最吃香的就又懂中国又懂美国。所以他们就掌握了优势。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并不稀奇，这个就好像中国大陆也很多人去美国，然后海归嘛，那他们也许两边都了解，就可以掌握更好的趋势了所以我觉得，那至于这个中国的鹅肝这个高阶的农产品能够跟法国竞争的，真的只有中国。这个鹅肝是在安徽跟山东，那前一阵子是鱼子酱，对，鱼子酱是杭州，这个我觉得西方人大概难以想象就是中国的鲟鱼的生产，然后从里面产生了鱼子酱，它鱼子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目前产量是全世界的52%，哇，出口是43%，那现在轮到鹅肝，鹅肝是更可怕，因为它的价格便宜太多了。是不是因为有一些人道的问题，所以法国才没有办法？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它都是自动喂食嘛。那可是法国以后几乎可以想象了，如果不是非常高阶的餐厅，很可能就被取代掉。好，不过现在呢，美国的很多的军工企业都被限制这个稀土取得了啦。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很多的这个军事生产？我们请教张将军。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个人才的培养这一方面是比较受重视的。它的那个中国大陆因为体量大，它总共44亿人，所以它总共有3100所的大学。那985的重点大学，它就从这里面挑39所重点大学来培养，所以培养的人才在这个世界的都会排名。这个大学其实中国大陆的排名在世界100大只有6所，其实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的，从2点指标来看，中国大陆在学术这一方面，所以它这个哈佛11年来首度输中国大学。那是我们可以看它学术可以从2个指标，第一个从它论文产生数，中国大陆的产生的论文
是，比如说2025年去年的时候，总共创造了15万多篇论文，但15万篇，大家你不管是自然社会科学的很多，理化工程一大堆，那这15万篇有没有价值呢？我们就要看引用数。那这个引用数多不多？那这个引用的15万篇呢，被引用的次数是101万次。15万次，但是有101万次是被引用。这个在这个世界来看的话，这占比在39%。我们看就看你在全世界占比是多少，那占比在39%。换句话说，超过了1/3。所以说在学术上是有形成重点。然后这个热点论文呢，热点论文73000多篇，是热点，就是大家一直在引用，这个好像有学术价值，有原创性，那大家一直在引用。这个73000多篇占全世界占比大概是53%。热点论文，这个当然可能过了1-2年，这个就被后面的，因为学术它是堆叠的，它会一直在成长。那1年来压过1年，所以在热点论文的引用数占53%，全世界的占比也是蛮高的。那我们现在这是论文，那我们看专利好了。中国大陆国内的专利申请了，大概1年大概平均有500万件。大家都会在那边搞专利，但有的专利是好看而已，重看不重用，不实用。那真正实用这500万件真正实用大概229万。那也在国内来看的话，这数量也蛮大的。这229万件的专利是可以在我们讲到的，有它的这种生产价值，有它的经济价值，有它的实用价值，这是229万，也是蛮高的那在全世界来看的话，申请全世界的专利，那中国大陆是有申请通过73000件，那73000件也很多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它的这种学术成就，也就是它的科研成果，在这个世界的这种顶端的这个尖端的这个态势到目前来看的话，跟美国平分秋色，在某些领域当中甚至还超过美国了。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是有些微的逊色，逐渐慢慢落后于中国大陆。所以美国目前领先的这种高科技产业，有可能会因为学术界的这种地位的异变而跟着受到威胁吗？请教严老师。我想很简单，就是说，如果现在美国觉得大陆是威胁，那未来更可怕因为为什么？我以前跟我的就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室友是物理的。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物理很不实用。他说对，我们优先于工程师，就是要真正应用到这个实际上面，工业上面，大概要30-40年。他说我们领先了30-40年所以假使今天当时我的同学在做的东西，现在都已经慢慢出现了那表示说美国那个时候在物理，在这种自然科学上面的领先，是他后来工程领先的主要原因。那现在中国大陆，现在美国工科的人还是很多，可是你如果去看美国的大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这些做研究的，过去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是不靠中国的研究生或者说印度的研究生，他们是做不下去的那如果现在回头再看中国的研究生这么多在从事自然科学，那再过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在10-20年可能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科技方面的表现，会更威胁性更大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看到了要急起直追，你就必须要鼓励美国的学生去读自然科学。可是说老实话，我自己在美国教书，我都知道非常的难，要把学生鼓励进去，因为那个是很慢的，那个是有一点点是不是那么快立刻能够赚到钱的我们讲说工科的学生很快可以出来工作，你看读物理的、读化学的，拿到博士学位还要做这个博士后研究什么，就很慢了。你那个奖励这个金钱的奖励是非常慢的，所以他们不愿意。那不愿意，你后来就会输掉所以这也是一个。那当然，今天大陆科研的发展是非常的强。然后你要去想想看，如果今天我同样的这个可以申请到清华大学，还有美国的大学，虽然说可能有些美国大学名气可能更大一点，但也差不了太多了。最更重要的是，学费跟生活费差多少？然后还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啊，然后你在大陆可以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那像现在这种清华北大的，你这个语言学习到了，然后你上课你的同学都是来自于国际，那个互动更是不得了。所以我认为他们会越来越多的这些国际学生愿意去中国大陆，因为最早以前是美国最贵，然后后来欧洲也贵了，那现在大陆讲起来，这个整个比起来还是便宜，不过还没有台湾好。不过这个国际学生要不要来台湾念书呢？台湾有没有这个优势呢？好了，我们先别提了，我们来看点轻松的。世足赛，韦德角竟然呢又续演了黑马神话。来看到现在微博热搜啊，通通都是韦德角啊，说呢什么韦德角竟然是逼平了2个世界冠军乌拉圭2-2韦德角。他们是用佛得角，我们是用韦德角啦。但是呢，这个韦德角啊，他之前首战的时候呢是爆冷逼平了西班牙。好，那今天呢又再度上演惊奇，靠着中场皮纳轰出了技惊四座的自由球世界波，那踢进队史世界杯首球啊，以及呢这个乌拉圭啊后场失误啊，所以他是用2-2呢，获得了世界杯冠军的这个乌拉圭踢平了哈。那当比赛结束的那一刻呢，沃奇尼亚他没有第一时间是冲向队友庆祝的，他反倒是呢抬头看向了妈妈的所在的观众席。好，那他呢，这个妈妈呢，她是披着巨大的韦德角国旗，激动的为儿子欢呼。好，那这个沃奇尼亚他也是高举双手回应了。好，说到这个沃奇尼亚，他真的是一个传奇啊！他的粉丝数呢，也因为这个世界杯啊爆炸成长，原本是不到5万人呢，现在呢已经暴涨200多倍了。短短5天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460万人呢。不过呢，最新消息是，这个葡甲球队沙维斯通知他说不会续约了，他要成为自由球员了。但是也不用太为他担心啦，因为他现在一战成名了，所以好多个国家都要来争取他，包括什么巴西啊、中国最大的这些什么传播公司啊、广告公司，通通都要来邀请他合作，甚至呢，让他的经纪人不得不帮他开通了 TikTok， 还有中国的社交媒体账号。那为什么韦德角他可以现在一战成名呢？其实啊，他都是靠 LinkedIn 去找球员的因为呢，很多的韦德角后裔他都是成长在葡萄牙、法国还有荷兰等欧洲国家的。那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能够有机会去代表韦德角出赛前任总教练是想到了一个特殊办法。他是透过这个 LinkedIn 平台联系具有韦德角血统的职业球员，来邀请他们加入国家队就是一个血缘大法啦，说拼命的去拉关系。好，那这个韦德角交流团呢，就像是在全世界进行海巡一般把散落世界各地的韦德角后裔一一找回，然后东拼西凑，凑出了这一支世界杯的黑马球队。好，那一样也有去踢世界杯的，我们来看到伊朗伊朗因为跟美国打仗的关系，这次的世界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被说是什么最糙的球队。好，那但是呢，他还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对上这个比利时，赛前总教练加兰诺伊才说公开痛批球队遭到打压，但是在逆境之下呢，伊朗也展现了强大的韧性靠着门将呢7次扑救神勇的表现，0-0逼和了夺冠热门的比利时。好，那为什么会说他这个伊朗是最糙的球队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伊紧张情势的影响所以伊朗竟然是被迫他的这个训练基地都得要在墨西哥来设置所以每一次比赛前呢，都要在24小时之内才能获准进入美国。那比赛之后呢，又马上就返回墨西哥，就要这样子不断的来回跑，真的是非常的累。好，甚至呢，美国还想要阻止伊朗的足协主席入境这个国土安全部长还指控说呢，伊朗的足球协会主席他是有人去掩护他试图想要从墨西哥搭乘伊朗足球队飞往洛杉矶的班机，要参加这个世界杯比赛事，但是遭到了阻止，还说呢，因为他跟
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系。好，那对此，伊朗的足球协会说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好，但是他们的足球真的是踢得非常辛苦。好，虽然说足球踢得辛苦，但是和谈方面就不一定了，可能美国比较辛苦。我们来看到现在美伊到底是谈不谈得下去呢？好，伊朗呢又为了一件事情现在喊卡了。好，这个美伊即将在21日在瑞士展开首轮谈判之际呢，川普又发文要求伊朗要阻止其代理人，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制造麻烦，否则将要重启军事行动。但是伊媒称呢，德黑兰代表团愤而暂缓谈判，离开会场。也就是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是不可以停下来继续打的吗？好，那双方到底谈了什么呢？说荷姆兹黎南停火还有核协议的部分都有谈到，但是消息人士表示说伊朗谈判代表是拒绝跟美方握手的。好，就是因为这个川普一直在威胁嘛，说什么如果你这个关荷姆兹的话呢，你就救不回你该死的国家，美国会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到底是谈不谈得下去啊？那如果谈不下去的话，川普最后会把这个足球拿来泄愤吗？我们请教亮哥。伊朗第一场是纽西兰嘛，第二场是比利时，居然都逼和那他们那一组其实强队没有了，另外一个是埃及所以搞不好会出现这个就变成，我觉得变成很有趣了这个维德角这个队真的是奇迹了。维德角这个国家，我看很少人知道它在哪里它在塞内加尔的外海的一个小岛，人口只有54万，比云林县人口还少。那人口只有54万，可是因为他的球员很多都在欧洲发展，很多都在葡萄牙嘛等等你人口只有54万，那你说刚刚那个沃吉尼亚就是他的守门员嘛就是他表现太突出了啦因为2场比赛，这个佛罗角是先对上西班牙，那个是世界冠军队现在排名世界第2。佛罗角的排名是世界第63，第63竟然逼平了逼平了西班牙这西班牙大概哭死了那西班牙掌握了74%的攻击，攻不进去所以就是守门员厉害那个乌拉圭也是一样，乌拉圭掌握了66%的攻击，还是被逼平了。所以这个守门员真的超厉害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厉害那而且40几岁了。我跟你讲，他只有5万欧元身价5万欧元。西班牙整个队的身价是12亿欧元你去想一想，这个大概是世足赛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了。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乌拉圭也得过冠军结果西班牙跟乌拉圭大概回去都哭死了，都被逼平了佛罗角如果第3场又逼平，搞不好他也晋级所以我说这个很精彩，球是圆的啦，尤其是足球足球真的是难预测到这个地步那他这个接下来一定都是爆红啦，他的重要的几个球员一定都被挖角，那个身价大概都暴涨100倍以上，你可以想象了。可他年纪这么大了耶。守门他不是攻击性他是守门员如果守门员是还好啦，因为足球大概踢到30几岁就不容易了啦。像梅西年纪就蛮大了，对梅西已经都说他们都是梅西都已经38了，对，结果梅西还进那么多球，那个年轻的 C 罗都没进球。其实你去看其他的球员，大部分都是20几岁。对梅西38照样进球所以这个很难讲，很难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聊。好，世足的大黑马维德角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请教严老师。今年刚好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美国跟墨西哥都已经2胜，加拿大1胜1和，3个主办国可能都会进入到下一轮，就16强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可能，先32强，然后16。所以这个是我看起来他们是机会很大。那至于维德角，我觉得他能够逼和2个强队啊，然后下面一个不从西班牙也好，或者你刚刚我们讲这个在逼和乌拉圭，他下面的是唯一一个分数比较差的沙乌地啊，所以他只要打平或者是甚至是赢了沙乌地，他就很棒了，机会很大的。那伊朗现在是就是两个和。但是他的下面最后一个对手是埃及，埃及是那一组领先的，但是埃及并不是特别强，所以假使伊朗打赢了，我觉得能够进入到下一轮，或者甚至走得更远，是我最希望看到。为什么？因为今年的最后一场那个决赛是在纽约啊，就在美国国庆之后啊。那我觉得说，如果今天这种小队是被川普看不起的。你看，刚刚我们讲那个门将，他妈妈一开头还不能去，那伊朗球员被你这样子搞，到最后如果伊朗的球员在纽约跟你美国比上了，哇，我觉得好开心啊！我就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你川普最看不起的这种非洲国家啊，什么中东国家。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大概没希望，本来也希望他进去，就是川普指控他们吃猫吃狗的那个海地。海地现在大概输掉2场，我觉得已经没有机会了啊！但是我真的很希望维德角能够去啊，然后更希望伊朗能够到纽约去，让川普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你这样折腾人家从墨西哥到洛杉矶，他不是只有到洛杉矶，还有一场在西雅图哦。很远哦，他都是当天要当天要来回到这个早上去，然后晚上要回到这个要出境，早晚要出境，然后一大堆人不让你去，球迷什么等等，各种的限制。我觉得美国实在不应该办这一次，因为你敌人那么多，那你就根本不要办算了。伊朗对上美国一定很有趣。如果能够下一轮这样进去，期待可以再看到他们在球场上面的竞争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维德角有可能晋级吗？请教张将军。因为这些氏族大概就是全世界211个会员，因为它不是刚国家，它有的是地区来代表。那我们台湾的排名呢，172名，以前都是160几名，现在退到172名。所以我认为，连维德角人口只有54万，它的土地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就能够挤进世界杯，还踢和这些足球大国。那我们台湾在这边是不是可以把足球来好好来培养？因为我们2300万人，36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比维德角大得多，人多得多，也有经费。我认为政府是不是要重点培养，先进入100大？因为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有实力嘛，有钱嘛，你拿钱来重点培养这些足球队。足球员，那不是，因为这个都是4年1次的大赛，也只有这个足球是4年1次，篮球没有4年1次的，棒球也没有4年1次，只有全部球类也只有足球世界大赛这4年1次。我们个人可以重点嘛。另外一个，我们向西方来借人才啊，找一个世界级的顶级的教练来教我们这个国家队啊。我认为应该这个样，不然我们排名172。在后面呢，末段班呐，全世界才195个国家，我们排到最后面去。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又有体育大学，各个大学还有体育系，我认为都可以重点培养。